人是我杀的，我会在监狱里面好好反省我自己的。就这样。对，他没有办法理解自己所犯的错误。欢迎来到嗨尔戴，我是台湾妞，我是娜。今天要来讲的这个案子呢，因为韩国后来其实已经不大会判死刑了，就跟全球的趋势一样，判了死刑基本上其实不大会执行，后面几乎都是判无期徒刑，可能就是会在讲说要在几年以后你才可以假释等等，无期徒刑的门槛变高，可是已经没有判死刑这件事情了。今天要讲的这个案子呢，就是他以非常年轻的年纪就被判了死刑的一个案例。25岁的强街景是这个犯人的名字，他的犯罪手法呢，先伪装成水管修理工，而且他非常的缜密哦。他有一本手册，上面写了所有的台词，你好，我是哪里哪里哪里的修理工，他就先把那个台词全部写好。如果你家里面有来喷过药啊，或是来修理的，就知道大楼不是都会有一个签名册，101号、102号、103号，服务完的店家就会有人签名，他就连那个签名册他也准备好，然后还假装有几个住户签名，几个住户不在，然后他就很顺利的进到了这个女主角的家里，只有女生的爸爸妈妈在家，然后他就进到了厕所，假装在那边修理那个水管，做水管排线的检查、喷药啊等等，因为韩国的公寓是固定会有喷药，算是管理费的其中一环。然后他就对外面大吼说：“사부님，就是夫人、太太，您可以进来一下吗？”进来了以后，他就对他喷杀虫剂。妈妈不是会的状况吗？他就立即拿狼锤把妈妈给重击，打爆他。然后妈妈就倒在卧室的厕所里了。客厅的爸爸就觉得有奇怪的声音，所以就赶快跑过去，就看到杀红血的犯人嘛，爸爸就往外跑，就在玄关的门口一样就打爆爸爸，爸爸就沉尸在玄关门口，妈妈就沉尸在厕所里面。然后呢，他就拿出了他预先准备的面粉，撒在爸爸的身体上面，面粉就会吸那个血，让那个血不会再一直往外流。他就坐下来休息，然后拿冰箱里面的酒出来喝。最重要的是他去翻妈妈的包包，原因是他想要拿到妈妈的手机，利用妈妈的指纹把手机打开了以后，他就传讯给他的女儿，讲说有东西要给你，叫女儿赶快回家。所以女儿就回家了。一进门的时候就看到爸爸尸体在那边，第一个反应当然是去摇爸爸，爸爸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子？什么之类的。然后呢，他就跟他讲说，你妈还活着，你要是现在不听我的话，我就连你妈也杀了。女生就被抓去房间里面监禁，就是对她性侵害，然后拳打脚踢，各种暴力相向这样子。后来女生实在是受不了了，她就从4楼直接跳下去，摔在草皮上面，引发了管理员北北的注意，所以管理员北北们就全部都跑来那个草皮上面。在管理员北北们跑来的路上的时候，这个男生其实已经下楼去了，就要看这个女生是生是死，但是遇到管理员北北们全部聚集在一起，所以他只有现场稍微看一下，他就离开了。他就去超市买了酒跟一些下酒菜，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一样，他就回到自己的住处了。这个女生呢，后来就是活下来了。警察就是当然很快速的去她住处逮捕她，她就是已经酩酊大醉，那个状态下就被逮捕。她后来就进入了漫长的法律程序啦。可是她打从一进去法律程序的时候，就是人证物证全在嘛，她就是讲说人是我杀的，那就无期徒刑嘛，我会在监狱里面好好反省我自己的。就这样。对，然后这一态度可能惹毛了法官，你还自己审判了你自己的罪行，就是没有在反省的态度才会讲这种话，所以他就被判了死刑。理由就是我刚刚讲，法官真的有讲这个，就是他不知反省，还有他手段过于缜密，手段过于残忍，所以就判了他的死刑。他就崩溃，因为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判死刑。他在2审的时候就开始写请愿书，写了60几封的悔过书，就说自己有多悔过，但是2审呢还是判了他死刑，然后就再进入第3审的高等法院。高等法院他就很酷，还是死刑是不是？那我不写了。他就一封悔过信都没有写。犯罪的心理学家就很喜欢研究他这个人，因为他在学校的生活里面呢是一个非常正常，所有人都说他彬彬有礼。他在学校的社团里面是社团的团长。当初为什么会跟这女朋友交恶呢？他在大学的社团里面当团长的整个过程里面，似乎是他人生的最高成就，跟这个女朋友交往。但是跟这个女朋友交往的时候就发生了约会强暴事件。他这个女朋友跟刚刚那个被杀同一个是同一个，所以他爸妈知道那是他
男朋友？没有看过哦，因为他就是发生约会强暴事件，所以两个人并没有交往多久。这个女生呢，在社团里面发生了约会强暴以后，那女生当然就是说不想要再跟这个人见面。那这件事情在学校里面就传开来了嘛。这个男生也的确对这个女生有暴力相向，导致于这个男生在学校里面名声一落千丈。他当然就社团团长就被免职了，他还因此被自己的爸爸妈妈数落了一番。他把那女生监禁的整个过程里面都在讲这件事情。要不是因为你啊，我到现在还是社团的团长啊；要不是因为你，我在学校就不会这样子。然后要不是因为你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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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所有事情都怪在人家身上。法官那时候就有讲说，他没有办法理解自己所犯的错误，把所有的错误都怪到别人的身上。他这个事情他是以后都不会理解的。如果不会学会自己检讨的话，对于这个社会上面的所有的事情，他都会没有办法理解。犯罪心理学家就说，这个人呢，他所有的东西都要在他掌控之下，包含就是他要怎么杀人，人要怎么死，这些都要在他掌控之下，所以他才会这么缜密的计划。他杀了这些人了以后，法官那边会有什么反应，社会会有什么反应，警察会有什么反应，也全部都要在他的计算之下，包含他自己的罪行，所以他才会就给我无期徒刑啊的这件事情这么肯定跟这么的高傲，就是因为他觉得说了不起就是无期徒刑，在他的计划之内他是得到无期徒刑的，而且他才20几岁，你知道无期徒刑可能25年之后就可以出来了，这些也在他的计划之内。被判死刑的时候的冲击对他来说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他才会写了60几封的悔过书这样子。他算是韩国近几年难得被判死刑的年轻人，所以这很近的案件，很近案件。但是不管怎样被判死刑也不会执行啊。对，可是被判死刑你就不会有假释这件事情，终身不会有假释这件事情，然后以及死刑犯在监狱里面的待遇好像也不一样。然后跟我还是想要再分享一下，就呼应我们上个礼拜的，就是大家交男女朋友的时候遇到那个暴力行为的，真的要注意。因为我另外又看到一个案子，等一下，我想要补充一件事情，你知道台湾的死刑犯是枪杀吗？那你知道韩国死刑犯是怎么？不是，韩国是上吊。到现在还是吗？以前的死刑犯执行的方式是上吊。台湾电影周楚除伤害，小远哥就说台湾是用枪杀，怎么这么酷炫？不是比较干脆，然后我就说这样不是比较干脆，他就说韩国没有办法用枪支解决性命，所以韩国使用上吊。他就说台湾好残忍，我说韩国才残忍吧，上吊是慢慢死去你枪杀嘣嘣就没了啊。反正就是小知识。然后我最近又看到就是另外一个夫妻，然后也是男生的对女生疑心病很重，疑心到他也是暴力相向，最后他就疯了，然后就把老婆小孩全部都杀掉，理由也是一样，怀疑老婆红杏出墙，老婆根本就也没有，老婆就是忙着生活忙着赚钱这样子，根本就没有空。而且所有的那个邻居都讲说，那个妈妈就是都看得到她去接小孩的身影，她的活动都是很正常的一些活动，从来没有让人家觉得很可疑的活动。不知道为什么最近 YouTube 一直投这些情杀案给我，因为你一直在看就要再度的叮咛大家说情杀案这种失去理智的人真的非常的多，而且他们最后呢都会在讲说自己是在情绪的冲击之下所犯下的罪行，他们都会争取精神衰弱，想要用精神疾病降轻自己的罪行。如果遇到像那种不正常的人，就是离他远一点。这个结论我们做了2个礼拜，你们就知道这结论有多重要。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所为大家所准备的社会议题单元了。如果喜欢分享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对开启小铃铛。我是台湾妞，我是喜娜，拜拜。